呼呼啦嘿呼，奇妙科学屋。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正式开始。好的。首先啊，我们要取出一根弯的吸管。那有些小朋友要问了，建恒哥哥，你今天为什么要用这个弯的吸管，而不用上次的直吸管呢？为什么呢？好，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好的。为了对比一下，那今天雪雪姐姐，你来用这根弯的吸管来做，好不好？好。那我就用这根直的吸管来做。好呀。看看到底能不能低处的水把高处的水给吸走，好不好？好。好，那我先来了。好。这个是低处的，这个是高处的，对不对？好，我们可以给它垫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杯子。哇，更高了。对，这样看起来会更明显一点。对。好的。我要怎么才能把高处的水给它弄到低处去呢？隔空取水。隔空取水。对。但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高处的水到更高呀，所以这根本不是从高处往低处走。那应该怎么办呢？我想想，好，我有了。我可以将这根吸管放在这儿，给它弯过去。这怎么能吸到水呢？我试一下。原来中间已经折了。对，它中间折住的时候就没有空气流动了，所以水也过不去。所以说这个吸管就相当于是一个连通器，对吗？所以这次的实验我们要用这根弯的吸管来做。对。中间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弯弯的这个部分就相当于一个连通器。对。好，那雪雪姐姐，你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用弯的吸管能不能把这个高处的水给它吸到低处去，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就由我来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小朋友们，你们把眼睛睁大，仔细看清楚喽。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的。哇，看起来好像不太行的样子。这个吸管为什么要把它放到最底下呀？对啊。然后呢？看。哇，看到了吗，小朋友们？哇，你的手起来。手起来。怎么样？现在高杯子中的水已经往低杯子中流了。这么神奇？当然了。那它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啊？不会停止的，只要这两杯水相同的高度了，它才会停止。真的吗？对。哇，这个吸管这么神奇啊！当然啊，厉不厉害？小朋友们，你们跟我一样看呆了吗？一个普普通通的吸管竟然可以把高杯的水它引到低杯去。怎么样？哇，很简单哦。这就是龙吸水的效应吧？对啊。哇，确实很厉害。小朋友们，其实这个龙吸水的效应啊，也是一个现象，它其实叫做虹吸现象。对。有些小朋友要问了，健康哥哥，这个虹吸现象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才产生的这个现象呢？其实呀，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两个东西。第一是我们讲的液体压强，是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大气压强，就是这两个压强导致的这根弯弯的吸管，它产生了一个空气差，产生了一个虹吸现象。对。所以说啊，这个高杯的水自然会被这个低杯的水所吸引过去。对。但是一定要注意方法。首先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弯弯的一个吸管，就是我们平常在喝的奶的背后的一个家中随处可见的那种吸管就可以了，就可以做出我们这样的实验啦。没错，就相当于一个连通器。是的。而且要注意了，如果说用这个直的吸管来做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连通器的作用没有到，所以说它虹吸现象的效果根本达不到。对。